嗨，朋友们，欢迎来到小鱼儿的频道。今天给大家来讲一期大家都比较需要的一期视频，特别是针对我们跨境电商或者针对一些网络创业者都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那么，为什么要去开一家美国公司？很多朋友一听到美国公司这几个字儿，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特别的难？是不是一定要肉身去美国？是不是还要花很多的钱？其实完全不是这样。那么开美国公司对我们做网络生意的人来说呢，它就是一把钥匙，能帮你打开全球市场的一个大门，让你收钱更顺畅，手续费更低，甚至还能合法节税。那么很多朋友是不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你在做跨境电商，每次收钱的时候，明明客服打了$100，最后到你的手里面就只有$90。那么你是不是用过 PayPal， 结果发现提现慢，手续费高，而且经常担心账户被风控冻结？那么你是不是做过联盟行销，好不容易赚到的佣金，却因为没有美国账户，最后钱根本就收不到？如果说你有这些经历那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拼命的想要开美国公司。今天这期视频呢，我就会用最简单的大白话把这个问题讲清楚。那开美国公司到底能帮你什么？哪些人适合开？具体怎么操作？中间有什么坑要避免？那么看完这期视频呢，你就知道开美国公司不是为了摆谱，更不是为了走形式，而是一个能帮你省钱、赚钱甚至少交税的工具。现在呢，我们来说说哪些人需要开美国公司。首先第一类就是做跨境电商的朋友相信很多做网站都是做跨境电商的。那比如说你要在亚马逊卖货，那么亚马逊的后台呢，它是支持绑定美国公司账户它的结算是更方便，它的结算方式会更方便。那还有是在 Shopify 上面的，或者说是在 WooCommerce 上面，这些平台的它的后台支付方式里呢，基本上撕翠谱呢几乎就是标配。如果没有撕翠谱，那么你就只能使用 PayPal。使用 PayPal 呢，不仅手续费高，还容易遇到风控问题随时给你账户给你冻结。第二呢，做数码产品的一些创业者。什么叫数码产品使用 SaaS 工具或者 APP， 比如说你开发了一个记账软件，或者说一个写作工具比如说像 Notion 啦，像这个 ChatGPT 包括像 Canva， 那这些呢，它都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SaaS 服务，基本上都是要用翠谱来收钱。如果说你没有撕翠谱，那么你只能走第三方的渠道不仅体验感差了，还容易掉单。大家知道，就像现在用 GPT 的人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人这里这么多的人需要用这个。如果说付款出现问题你的收款出现问题，那确实是对生意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第三类呢，就是针对自由职业者或者顾问。这里大家可以现在看到的是这个 Fiverr 平台包括 Block， 也要在上面来接单。那这上面的客户大家知道 Fiverr 它的客户是遍布全球。如果说你只是单靠 PayPal， 那么客户的付款体验差，它会卡在付款的那个环节，还要担心高额的一个手续费。而翠谱呢，它是支持一个全球的信用卡，收款体验对客户更加友好。最主要的是呢，你自己到账也快。那么第四类呢，就是内容创作者，比如说你在卖线上课程，或者用这个 Clocus 呢来搭建销售漏斗，又或者说呢，你在卖一些线上的课程、电子书或者模板。还是回到这个话题，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撕翠谱的话，那很多工具呢你都用不了。那么这些呢，它都是要接入 Shopify 来进行一个收款。第五类就是一些高价教练，比如说带人健身或者说减肥或者说教别人做一些网络营销，一次收费就是几千美金。如果你使用的是 PayPal， 那么手续费高达 7%， 一单就要被扣掉几百美金。而 Shopify 呢，只要 3% 左右差距是非常的大。第六类就是做联盟行销的人比如说帮别人推广产品拿佣金。那么很多时候这些佣金都必须要有美国的银行账户才能收。那么第七类就是做 POD 按需打印的创业者比如说你要上传设计好的产品到
比如说你要上传涉及到这个 Redbubble， 那么顾客下单后呢，钱可以通过转账直接打到你的美国银行账户。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一个美国账户呢，就只能用 PayPal 收款，那么手续费呢又被多扣了一笔。所以呢，只要你的客户呢他是来自全世界的，你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收款麻烦，手续费高。那么这个时候呢，开美国公司就是解决问题的最直接的方法。开美国公司呢，到底有哪些好处哈？我来给大家拆成3点。首先，第一点呢，PayPal它的收款呢，大家可能都知道，PayPal的手续费哈，你可以看到根据不同的国家哈，它的一个费率大概呢是在7%到10%左右，而Stripe啊大概只要3%，加个0.3左右美金。我们可以算一笔账，一年流水如果是10万美金，那如果说用 PayPal 的话，可能要被扣掉8000美金啊。如果说你要用Stripe的话，那么只要3000美金，直接省下来5000美金啊。大家可以想想哈，这笔钱省下来，你可以再投广告啊、招人呐，甚至这些就是纯利润。那么详细的Stripe的一个手续费的问题哈，大家可以在这个页面看到相关的一些讲解。这儿我们可以看一下Stripe支持的国家为什么在这里面为什么它中国大陆还有台湾这些地方不能直接申请到Stripe呢？因为这个Stripe它对地区有限制，但是为什么美国公司就可以哈？因为公司身份合法Stripe它会认可你是一个合规的商户，就能给你开账户。Stripe呢，拥有一个Stripe的账号优势非常的多。比如说呢，它可以自动帮你换币。多币种的一个支持几乎所有的电商和行销工具呢都能接入。那第二个好处呢，美国银行账户最推荐的就是这个水星银行，它是创业者首选的一个线上银行。为什么呢？因为它支持一个 ACH 的一个转账。简单来说呢，就是美国境内转账手续费为0。比如说呢，你在这个 Pinterest 上面卖产品，客户付款之后呢，钱可以直接打进你办理的这个水星银行。那如果说你是推广产品，那么你的佣金呢，它也能够直接打入这个银行。所以接下来呢，就遇到第二个问题，如果说你没有美国银行，回到刚才你还是只能使用 PayPal 来收款，手续费高，到账慢。那么你的提款可以看到每一笔提款的话，还需要一个35美金的一个手续费，是每一笔不管你提多少，并且呢，它到账慢。还容易出问题，所以美国银行就至关重要了。有了美国银行，你还能直接投资美股比如说比特币这些，你可以通过这个 Stripe 来开户把你水星银行的钱转过去，零手续费呢就可以开始投资。那有了美国公司你就可以来申请一个水星银行，来注册一个水星银行。第三个好处呢，就是税务更灵活非美国公民呢，如果说你的客户都是海外的你在美国注册公司的话，就不用交美国的营业税和所得税。比如说你在台湾，那么你的海外收入呢100万以下不用报税海外收入100万以下呢就不用报税。那么这就意味着呢，你可以合理合法的节省税务成本。好，那接下来问题来了，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开一间美国公司？很多人可能一听到就我人不在美国，我开不了。其实比大家想象的都要简单。接下来我就详细给大家讲一下。接下来给大家讲一种超级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注册代理来帮我们注册一家美国公司，比你想象中的还要简单。首先这里推荐大家，代办公司有很多之前小鱼儿给大家讲过2家注册代理有一个 Lula， 那还有一个西北公司，那么就是这一家Lovelast 就是西北注册代理。我推荐大家使用这家注册代理，它的界面简单并且性价比很高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视频下方点击一个视频，点击视频，打开描述栏的更多在这里你可以找到美国公司注册，这里直接点击这一个链接。大家进来之后呢，就会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英文不好的朋友可以像我一样，在你的电脑上面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这儿我们直接点击一个翻译它就会出现一个中英文的一个对照版本。那到这里呢，如果说你也想注册一家美国公司大家可以暂停视频，找到链接打开了，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这里美国政府他们有规定，外国人开公司呢一定要通过这个代办。而这个 Lovelast 就是一个西北注册代理了，它也是一家非常老牌的一家公司。
代办公司。鼠标拉到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公司的一个成立时间啊，它是1998年就成立啊，到现在的2025年。那么你想要在美国的哪个州注册公司呢？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可以看到，几十个州里面基本上啊，它都有一个代理人。还有推荐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的一个服务费低。相对比很多注册代理来说呢，它算是最优惠的一家注册代理啊，价格也是最低的一家。那么可以看到啊，它只收取$39的一个服务费，所以呢，我是强烈推荐大家啊，可以使用他们家的服务。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链接打开了没有哈？没打开的朋友可以打开视频下方的描述栏的链接哈。这个时候跟着我哈，你打开之后跟我一样会来到这样的一个界面。那这个界面实际直接操作创建新公司的界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走一遍注册的一个流程。首先呢，他要让你问你要开设个哪种类型的公司。那这边我主要推荐 LLC， 一般是刚开始的一个创业者呢，都适合这个 LLC。那如果说你后期你的公司想要上市、想要融资的话，你可以选择第二个 C 公司。州这里哈，你想在哪个地方成立你的一个公司呢？你在这里面你可以选哪个州。这呢，我建议大家呢选择特拉华州。那么为什么要选择特拉华呢？大家这里呢可以，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下功课啊。你可以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啊，这种去搜索一下到底在哪里注册好。那这儿推荐特拉华注册。如果说不想去做功课，很复杂的话，你可以直接使用 GPT 哈。大家可以看到我这儿使用的是 GPT-5啊，它是一个现在呢是目前啊是 GPT 里面呢升级版本哈 GPT-5。那它里面是可以调动丰富的一个知识库哈，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问特拉华注册公司有什么好处啊。在这里啊，大家如果说你还没有 GPT 的话，你可以直接点击我描述栏下方去购买一个 GPT 的一个独立账号，或者说大家知道之前啊，国内的小伙伴呢可能会通过一些蓄力卡来升级你的 GPT 啊，可能很多小伙伴现在呢已经恢复到了一个免费版本，还有很多小伙伴可能之前用的也是 GPT Plus 的一个会员，但是也是因为种种原因哈，就比如说像之前的一个野卡啊，它是可以直接升级 GPT 的，但是现在已经升级不了了。那这里呢，大家也可以同样通过下面视频下方的一个描述栏的一个代充链接哈，去把你的 GPT 呢升级到一个 GPT 的 Plus 或者 GPT-5。那不会的朋友呢，也可以看一下我上面的这期视频哈 ，GPT 的一个升级教程，我也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视频下方。GPT 啊，其实有很多问题，它都是可以帮我们解决。可以看到，为什么在特拉华注册公司哈，它这里啊，它的法律环境陈述哈，保护股东的一个权益，它的税务优惠与灵活性。那么注册与维护成本低啊，对于创业者来说友好方便融资，特别是针对后面想要融资的伙伴哈，那你就选择这特拉华。还有一个隐私保护啊，还有一个支持跨境电商的与时翠捕或者 PayPal 的一个支持。就这几点原因呢，那我们就都可以选择特拉华州。接下来你可以看到特拉华州啊，它的一个州的一个费用。那如果说你想要加速啊，比如说你想要4天完成的话，加急的话，那这里就是$160。如果说是按照正常的流程的话，就是$110。这里还有加急更快的。如果说你比较着急的话，你可以用这个加急版的，费用相对来高一点哈。如果不着急的，那么就用这个啊，用它普通的哈标准服务来就可以了哈。那么这个费用哈，这个州政府的费用呢是特拉华州州政府收取的哈，而西北注册代理呢，他们只收了$39的这个付费啊。这里我们就选择这个，点击继续。接下来就是填一下你公司的一些相关信息啊，你希望你的公司名字是什么啊？这我随便填一个。问你是否需要律师哈，这里不需要就选否。这里呢，你的一个啊，你要收取这个资料哈，州政府给你寄的资料，那你要给你寄到哪里？这里我们还是选择这个注册代理提供的这个地址，点一个继续。接下来就是公司的一个管理成员。如果说你是刚开始是你一人公司哈，你一个人创的业哈，你就直接选择这一个按默认的就可以了。那么成员的名字，好了，点击下一步。接下来输入你的名字、你的电话号码、你的国家、你的邮寄地址、你的城市，那这里按照你实际的地址去填写就好了哈，这个是给你自己看的。接下来你要在这个西北注册代理上面呢创建一个账户哈，比如说你的电子邮箱啊，创建一个密码，确认一个密码。那后期你要登录来获取这些资料什么的呢，你就通过这个邮箱来进行登录。
接下来呢，这里西北注册代理呢，它还会提供一些服务，那这些服务也是需要收费的。可以看到它前期是免费的，比如说1年域名，免费的一个企业网站，但是是免费，它有90天的一个试用期哈，90天之后呢就是需要收费的啊。建议大家啊，这里你就不需要，就不要去把它勾选它。想要搭建网站的哈，大家可以看我之前有出过一些教程哈，比如说你要搭建什么这种搭建电商独立站哈，你直接来看我的这个教程就可以了，超详细的。好，接下来是一个可选项目。比如说这里一个税务识别号啊，什么 ITIN 啊，什么 EIN 啊，这些你需不需要让西北注册代理来帮你去申请？如果需要的话，你直接勾选，这里它都是需要收费的。如果不需要的话，你就自己去申请。那怕嫌麻烦哈，这个肯定是有一些麻烦的。如果怕嫌麻烦的朋友啊，不想自己去搞的朋友，那你可以直接在这里直接让他一起帮你处理了。需要就勾选哈，不需要的就直接跳过。接下来就是填入你的一个付款信息啊，它这里接受的信用卡可以看到 Visa 这几个信用卡啊，填上你的姓名，填上你的卡号，那就点击在后面呢，直接去提交就可以了啊。可以看到在这里，如果说你不需要它的其他任何的服务，那么这里只需要$39加个110的一个州政府的一个费用。提交之后呢，大概等个几天的时间哈，1-2个星期的时间，到时候啊，它这边完成之后呢，会来邮箱通知你啊，到时候你直接再登录这个后台来看一下你的一个申请情况。那么有任何问题呢，他们也是会跟你沟通的。所以我们找这种注册代理呢，直接来帮我们去注册，哪怕你人不在美国哈，也可以帮你完成注册。这个是第一步哈，就直接找这种代办呢，直接协助你就把你的公司就开起来。第二点呢，你还需要购买一个美国的一个电话号码。这里推荐这个平台啊，这相关链接我都会全部把它放在视频下方。还有呢，你还要去申请EIN 的一个 EIN 的税号。这其实购买啊，这里再返回购买美国手机号呢，它主要是收取这个验证码比较方便。这儿你直接点击进来去购买就可以了。第3步就是来申请一个 EIN 这个就相当于是你公司的一个身份证号码，你可以自己去填写 SS-4的一个表格寄给这个 IRS 它这儿来一个 SS-4的一个表格这个表格填写好了之后呢，直接寄给这个 IRS。当然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它都是用全英文来填写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填写错误。当然如果说你自己不想弄呢，你也可以交给代办，你也可以找 Fiverr 上面专门有人处理这些事情，所有相关链接大家都可以在描述栏找到。你也可以直接让西北注册代理这里直接让他帮你来完成，这样就比较省时省力只是说要花钱。接下来第4步呢，就是要开一个美国银行账户比如说这个水星银行，那你这里呢只需要上传你的护照和地址证明就能线上开好。这个流程呢最快是1到2周能完成，这个呢也不需要你本人去美国。可能在这儿大家还是有一个问题有一些疑问。针对几个疑问呢，我也简单给大家讲一下比如说要不要本人去美国，肉身去美国，不需要全程可以看到我们成立公司注册公司，直接找注册代理，整个公司注册下来，整个这些需要我们去申请的这些呢，基本上都可以全程在线上搞定接下来第2个问题就是这样，费用要用多少？那找代办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说你还在额外加一些服务的话，也就是个$300-500，如果不额外加的话，就是这个$100-200不同的州它的一个州政府的一个钱是不一样的。每年的一个维护费用大概是多少那每年大概是$60左右当然这个不同的州它的一个维护费用也是不一样的。还有很多人担心风险大不大，其实只要你能报税正常，用正规的代办和正规的银行呢，这种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风险。还有人担心，那我这样子去注册了一个公司会不会被查？那只要我们是按照正常的一个流程，去注册了，就不用担心。当你有了美国公司，接下来呢，你就能去申请Stripe的账号。有了Stripe的账号呢，当你有了美国公司你就能申请一个Stripe的一个美国账号，那么它的手续费呢是最低的你能开美国的银行账户，它几乎就是一个零手续费，还能投资美股，税务上呢也更灵活，能帮你合法的节税如果你是做跨境电商的，你是结案或者做联盟行销或者做 POD 或者是数字产业的创业者，那么美国公司呢就是你绕不开的一步。那么怎样去申请这个Stripe的账号呢？
之前呢，小鱼儿也出过一期用美国公司来申请实锤付账号的一期教程这里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我也会把相关链接呢放在视频的描述栏和右上角大家也可以来申请完之后你就可以来看一下下一步怎么样注册实锤付的账号。所有用到的相关链接呢，我都会把它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大家可以直接去点击查看。希望我的分享呢能够对想要创业开办公司的朋友呢有所帮助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多多支持。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